大家好，今天要介绍的是工业的台语篇。那想必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会有台语篇呢？那最主要呢是台湾的机械产业当中呢，我们会很常听到会使用台语来做沟通。甚至有些人他台语也算不错的，但是因为有一些专业的术语或是在沟通上呢，发现说有一些台语呢是听不懂的。或者是说有一些加工的师傅跟你讲完之后发现你可能发现说你还是不太清楚他要表达的是什么。那今天呢就会以入门的方式带大家来认识一下我们大多会遇到的一些工业用语的一些台语该怎么去讲解。这边呢因为细分的话会有相当多所以今天最主要呢就是以一个初步的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因为有一些太细的呢，我们如果学的太多，其实也会记不住的所以最主要呢，就是以一些常用的呢，来带大家来认识那顺便呢，借由一些方式呢，来让大家可更清楚，可以明白它到底是什么意思。那这边就随便先举例一下有时候呢，也许你画完一张图面你把它拿给加工厂或是加工师傅之后呢。可能图面上有一些问题回馈给你那这边举一个其中一个例子给大家来知道一下那这边呢那师傅可能打电话或是当面的跟你讲说你的钢筋的螺丝孔肉胶伤少会使改2分卡无还有你迄所谓到底是流偌济你的公差伤油迄车床要用死压个做袂到啦你可以欠吧你欠吧的时候你爱留肾大康迄唔叫我都做你个改一下度诶那有可能你听完之后发现可能有听没有懂那今天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让大家更清楚以及说在沟通上会更顺利那这边呢先给大家来了解一下咯。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跟材料相关的台语。那材料的话我们在台语会把它称作材料那这边呢我们一般在做准备材料或是在找材料的时候呢我们在台语会把它称作备料本料本料的意思就是现成的一些尺寸的一些材料因为我们都希望呢我们准备的材料呢就不需要加工是最好的，我们可以节省成本那这部分呢有几个形式让大家稍微的了解一下。像铁管呢叫做铁管、圆管、圆管、扁管等等呢就是现成的铁管。然后像角钢的话我们会把它称作角铁就是比较单纯一点。那像是槽铁的话呢折铁等等的这类的一些说法。那再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材质。那材质呢一般我们用的一般铁我们在台语会把它称作一般铁黑铁黑皮就是类似这样子所以我们所称呼的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般铁SS41这类的。那如果是中碳钢的呢我们在台语会把它称作中碳这边就比较单纯一点。那如果你用到的呢是不锈钢的材质呢在台语会把它称作白铁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听到白铁材质的一个材料那其实是从台语这边过来的翻过去白铁那如果有一些材料呢你需要用到铸造，那用到铸造的时候呢你就要使用铸铁。那铸铁跟铸造呢台语要怎么讲呢？我们先来讲铸造。铸造的话我们台语统称叫做环刷那这边呢让大家了解一下环刷的意思呢统称叫做铸造。那这边使用到的铸铁材质呢叫做生亚那这边可能比较少听到，那这边再跟我们练一次就是生亚就是环刷生亚所用的就是统称铸造所使用的铸铁叫做生亚。那其他的呢比较单纯，像是铜或是铝呢我们就比较常听到。铜的话叫做铜，那铝的话叫做阿鲁米那这边就是比较单纯的这边先讲几个比较常见的让大家认识一下。那其他像是我们如果要准备材料备料，然后要切材料的话剁料那等等之类的就是比较单纯的。那剩下的让大家来理解一下咯。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刀具以及孔。那这边台语呢就比较单纯叫做刀具、空
那就是比较单纯一点。那我们先从刀具这边来开始一一的来讲解。那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铣床会用到的那等一下后面也会讲到工具机的部分。铣床就是C层那比较单纯一点。那关于钻头的话呢，我们叫做正位那中心钻呢盛大那如果是我们要钻一个中心孔呢就是盛大康那这边刚刚前面示范有讲到那如果是角刀呢胶康的胶康那类似这样的一个讲法。面铣刀呢叫做卡达那这边可能比较少听到叫做卡达那关于端铣刀呢 endomilu 那这边可能会比较常听到说我们要用 endomilu 呢把它做一个加工那这边所指的就是端铣刀以及说我们在铣床可能会用到的一个弹簧夹头收嘎那这边让大家理解一下再来是车床用到的刀具掐的那这边也是比较单纯的那这边呢就想说你要车什么的我们就搭配不同的刀具一般统称叫做掐的一般会这样子去讲或是说内径车刀来康的或是倒角刀都嘎的之类的这边就是比较直接的，那边让大家去理解一下再来是螺纹相关的，那如果是螺丝工的话，台语叫做 tapu tapu那这边有的人可能是没有听过的tapu所指的就是螺丝工那这里呢，如果是弓外牙的部分，刚刚所指的是弓螺纹、弓内螺纹的。那如果是弓外螺纹的呢，我们中文叫做玩具嘛。那如果是台语要怎么讲呢？叫做控吧。那这边呢，让大家理解一下。再来呢，是我们螺丝的应用。那螺丝呢，因为我们的刀具呢，有时候就是要做成螺丝孔。那螺丝孔来运用呢，有些螺丝孔呢，它有一些台语那像如果我们单纯的钻孔呢，那在台语的称呼叫做拉康拉什么康拉你的螺丝康类似这样子。那有时候呢，因为在一些组装上呢，我们需要用长圆孔那这边呢，长圆孔的台语叫做登德康那这边让大家理解一下。那如果是像是抿头螺丝要用的抿头孔的台语叫做萨拉乌萨拉乌这边可能你是比较常听到的，或是沉涡螺丝，或是你的螺丝要把它沉进去的呢这边叫做顶头康那这边让大家了解一下那这里呢还有一些呢可能是螺帽的这边是比较少看到。那这边呢我们比较单纯直接的就是拉嘎康雷波康等等的都可以。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工具机以及加工方式。那这里呢就是工业台语篇当中最经典的部分那这里呢首先我们来看车床以及它车修的一个加工的方式要怎么讲台语呢那车床就是掐层。那关于车刀呢刚有提到掐的车内外径掐外孔掐外倾掐来倾像这样的一个讲法。那车阶级呢掐墩那倒角都嘎。那我们在车的时候呢，会有毛边毛边就是巴利亚。那我们车的时候呢，会有铁屑铁屑的台语叫做替塞。那我们在夹齿的时候，三爪夹头呢，台语叫做三腰那有时候我们会用到四爪夹头叫做四腰类似这样子。那我们有时候会用尾座来做中心孔用中心钻来钻一个中心孔。那这边呢，中心孔呢，台语叫做圣大康圣大康。那这边呢，有时候我们会用咬花因为有时候可能有一些特殊的需求，用到咬花的时候呢，台语叫做嘎灰抡灰都可以。那这边呢，主轴的部分呢，我们台语叫做猪抽猪抽就是这个主轴的意思。那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关于铣床的部分那这边先来提一下，有时候呢我们在车床会做一个锥度。那锥度的部分台语要怎么讲呢让大家思考一下要怎么去讲解它呢那这边呢锥度的台语叫做退吧退吧那这边让大家了解一下咯。再来呢我们来介绍铣床的话呢台语叫做 C 层那铣床呢我们看到的铣刀我们刚有提到嘛
它的讲法叫做卡达面洗刀。那关于这个虎钳的部分呢，叫做 vice，那其实跟英文的发音是一样的。那这边呢，我们在做加工的时候呢，一般都要做基准面嘛。那基准面的台语叫做基准面，你要说基准面，或是说我们要换端洗刀 endo 面炉嘛，或是换成钻头正位等等的这边呢，刚有一些是重复的，我们就没有再提，好像是主轴嘛，主挑这边让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再来呢，来讲解一下关于钻床。那钻床的台语要怎么讲呢？难道是正层吗？那另外有一个比较专有名词叫做薄路棒。薄路棒的意思呢，指的就是钻床。那钻床一般我们在上面做钻孔的动作嘛，拉康，或是说有的薄路棒呢，它是钻孔跟公牙是2合1的，所以我们可以去做切换。所以我们可能会夹持什么呢？会夹持螺丝弓嘛，螺丝弓 tap。那 tap 要做什么动作？要做公牙的动作嘛。公牙呢的台语叫做 tap 牙。tap 牙的意思就是公牙。那有时候你的牙如果崩掉呢，我们在台语要怎么讲？崩牙，拔牙，意思就是我们的牙，我们可能是牙坏掉，或是螺丝头呢崩掉，我们都可以叫做拔牙。那这边就是一个类似的一个讲法。再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关于焊接的部分。那这边画面所示意的呢是CO2 的焊接。那这边呢，我们来稍微来看一下一小段动画。那各位会更清楚一下。好的，那我们这边呢所示意的是 CO2 的焊接。那关于焊接呢有几种那先来讲电焊。电焊的话，我们在台语叫做拍电箍。电箍意思就是指电焊的部分。那第二种呢，就是画面上我们所示意的CO2。那 CO2 一般呢没有特别的讲法，就是直接讲 CO2。那就是指类似画面上这种机械手臂类似的，它会有一个钢瓶。所以我们在做焊接的时候，这类的在钣金厂是最常见的。那再来呢，第三种是亚焊。亚焊呢台语叫做阿鲁蹦。阿鲁蹦所指的就是亚焊。那这里呢，我们有时候焊接的时候会有一些焊渣，焊渣或是焊点呢会喷在弓箭上面。那这里呢，我们台语所指的就是刷蹭，刷蹭就是指这类的，或是说我们在铸造的时候呢，有一些地方呢是不美观的，它可能有气孔，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刷蹭。那这部分就是这方面的台语。那另外呢，有几种呢，像是线切割。或是放电加工这边也稍微提一下。线切割呢的台语叫做线刮，就很单纯用线去割嘛，线刮。放电加工，放电就比较单纯一点。那其他呢，像是研磨机，研磨机呢好像是我们要做平面研磨等等的这类的，叫做 kenma。kenma 的意思就是研磨。kenma 机就是研磨机。那这边稍微再提一下。糖床，那糖床呢要怎么讲呢？糖床叫做 nakuri。nakuri 的意思指的就是糖床，要做糖孔的动作嘛，或是糖模。那关于呢有一部分呢可能是抛光，有时候我们在焊接完可能要做后面的处理的时候要抛光呢。那抛的这个动作呢，台语叫做胖。如果抛光，胖金都是同样的意思。那等一下呢，再来讲关于钣金的部分。那这边呢来讲一下关于钣金的部分。那钣金的台语叫做钣金，蛮单纯的。那钣金呢，我们在做之前呢会有几个动作。那一般我们常见的是雷射切割或是火焰切割。那雷射切割的台语叫做雷射，就是比较单纯一点。火焰切割呢，我们一般呢会统称叫做上手，用上手去割出来的。那其他的像是有时候呢，我们可能是开模具的。开模具呢，模具的台语叫做模啊。模啊意思就是指模具。那模具有上模、下模、顶模、下模，就是这样类似这样子。那这部分呢，像是这是简易一点的。那如果是折床呢，我们会把它称作凹台，
折床，就是凹带你的绑筋没让它凹要怎么去折出来。那其他呢，有时候我们开模呢是要做一些比较可能比较复杂一点的钣金的时候呢，我们会用到冲床，或是说你在做大量生产的时候，我们会用到冲床。那冲床的台语呢要怎么讲？冲床的台语叫做 place place 指的就是冲床。那 place 呢，我们就会跟着模具丁模、下模、模那模具这边呢就是会非常的多样，那这边就没有再探讨的更细。那最主要讲这几种，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关于工具机以及它的加工方式咯。再来呢，要介绍的是工具以及量具类的部分。那这边台语要怎么讲解呢？那其实细分的话呢，会有一些更特殊的专有名词。那今天就不会介绍到这么细。我们最主要就是以一个统称，让大家来认识一下。这样子呢才不会太细，导致说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它。那这里呢，我们就稍微的来给大家理解一下。如果是扳手类的呢，我们就统称叫做扳手，像这类的扳手类扳手嘛。那如果是钳子类的呢，叫做捏那如果是尖嘴钳呢，尖嘴捏那其他我们如果是钳子类的呢，我们就统称叫做捏那如果是卷尺呢，台语叫做昆球。这比较单纯一点。螺丝起子呢，想必大家一定会的，叫做螺赖把，这是比较单纯一点。六角扳手呢，哪个扳手，那跟扳手呢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它是六角形的，所以叫做哪个扳手。那这边来提一下量测的部分。量测工具呢，我们一般最常见的游标卡尺叫做 Knowledge。Knowledge 指的就是游标卡尺。那如果是有挂表、附表或是量表呢，那这个量表的表呢，我们要怎么去讲它的台语呢？它叫做 Meta。Meta 指的就是量表这部分。那有时候呢，我们用到比较精密一点。那精密的时候，我们的表面就要有一些精密的加工嘛。那精密加工的台语叫做仕上げ。仕上げ指的就是精密加工。那精密加工我们就会用比较精密一点的量具嘛。那好比说分离卡。那分离卡我们的台语要怎么讲呢？叫做マイクロ。マイクロ指的就是分离卡。那这边我们再看几种。那像是电钻呢，电钻就比较单纯一点。那以及手持式砂轮机呢，这应该也是各位比较常见的。它叫做弗兰达。弗兰达指的就是手持砂轮机，想必每个工厂都会看到的。那有时候我们会用到气动工具呢，气动工具有时候会把它叫做 AR。那 AR 指的也有时候是关于气压的来源 AR。那我们在气压来源的最前端呢，一定会有一个空气压缩机嘛。那空气压缩机呢，也有一个名称台语要怎么称呼它呢？叫做compressor。指的就是空气压缩机嘛。你要有一个出气筒，我们才能做其他后续的动作。以及说我们在固定的一个部分呢，一般都会用到弧钳。那弧钳刚前面有提到叫做 vice。就比较单纯一点，跟英文的发音是一样的。那这几种呢，再来我们来看一个关于棘轮扳手。棘轮扳手呢，我们在台语是比较特别一点，就是用它的声音呢来给它取名的，叫做卡里卡里。我们如果有用过棘轮扳手，应该都会知道它有一个卡里卡里的声音嘛。所以台语就很直接。棘轮扳手叫做卡里卡里。那我们可能会接套筒，套筒呢特供。那这类的让大家来了解一下。那这边呢最主要讲解几种我们比较常见的，让大家熟悉一下咯。接下来呢要介绍的也是很经典的章节，就是机械零件。那这里呢机械零件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那所以呢这个章节呢就挑几种我们比较常见的呢来介绍给大家。第一种我们最常见的螺丝很常见的。那一般呢我们在螺丝呢就会有螺丝工嘛，就是 top。 那 top 所用到的螺丝工扳手呢，我们要怎么称呼它？其实很直接，叫做韩兜鲁。那这边让大家了解一下。再来是螺帽，螺帽的台语叫做雷帽。雷帽意思那这样是很好理解的。那再来我们会用到的是
平滑丝、垫圈，那这部分的台语叫做挖下，挖下，有时候有一些可能会听到积分，我们也可以称作挖下，这样子的一个称呼它。那再来也是很经典的就是轴承，轴承的台语呢要怎么讲？轴承的台语叫做梅亚令鼓，梅亚令鼓指的就是轴承。那有时候我们轴承呢，我们卡在新轴上拆不下来，我们是要使用轴承的拖拔器。那轴承拖拔器呢，这个工具的台语要怎么称呼它？叫做逼镐，逼镐，就是猴子的意思，就是有点像猴子的手，然后把这个梅亚令鼓给它逼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再来是防泄漏类的，像是 O 型环，台语叫做 O 令鼓，O 令鼓。另一种呢，油封的台语叫做细卤，细卤所指的就是油封。那另外一种呢，我们在破井胶或是密封胶呢，有另外一种台语的名称，是跟这个是有点类似的，那就跟大家提一下，就是帕金狗。帕金狗呢，指的就是破井胶或是密封胶，或是另外一种呢，我们比较常见的叫做矽利康，矽利康也是这种类似的。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传动类的。那传动类呢，我们以皮带来做讲解。皮带的台语叫做皮带，是比较直接的。皮带轮呢，皮带轮或是另外一个名称叫做pulley，那其实跟英文的发音是一样的。那再来呢是艾克姆螺纹，又称梯形螺纹。那这部分台语要怎么称呼它呢？叫做嘎嘎，角牙的意思。那有时候我们也从中文会看到角牙螺杆，指的就是艾克姆螺杆嘛。其实是从台语这边过来的，叫做嘎嘎，嘎嘎指的就是艾克姆螺纹、梯形螺纹。那关于它的螺帽呢，铜螺帽的台语叫做当雷帽，当雷帽，一般这两个呢是会一体的，这样来做一个统称。那再来呢是滚珠螺杆，滚珠螺杆的台语叫做 screw，screw，听起来就是很滑顺的意思，所以滚珠螺杆呢是一个精密配合，而且它也真的是非常滑顺，所以台语就很直接，叫做 screw。再来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关于管用的接头，这边台语要怎么称呼它呢？台语叫做接头啊，接头啊，或是公牙，就是管牙的意思，椎管啊、直管，我们就可以统称叫做公牙、接头啊，这边都可以的。再来呢是脚垫，脚垫的台语呢就比较单纯，卡地亚，卡地亚。那轮子呢 ，lena， 这边就比较单纯，就比较快速的跳过。那关于弹簧的台语要怎么称呼它呢？金啊，金啊指的就是台语。那另外一种呢，有人也会把它称作是发条啊，发条啊，我们直翻的话就是发条嘛，也是可以称作是弹簧的意思。那再来呢是连轴器，连轴器的台语要怎么称呼它呢？叫做卡布奇姆，卡布奇姆，指的就是连轴器。那再来也是蛮经典的，就是齿轮。那齿轮的台语要怎么称呼它呢？就是高起亚，高起亚，就是有点像狗的齿这样子，高起亚。那如果是一部分呢跟齿轮有相关的，就是我们在做齿轮加工的时候呢，会把它称作轮高起亚，轮高起亚，也是那种讲法的。那另外一种呢跟齿轮有一点类似的就是离合器。那离合器呢的台语要怎么称呼它呢？离合器的台语叫做库拉吉，库拉吉。那这边几种让大家来认识一下机械零件哦。接下来呢，来讲解一下搬运类的。那搬运类呢，我们如果是工厂是很常看到堆高机的。那堆高机呢，我们最常看到的就分两种，一般是电动式的，另一种是柴油式的。那我们呢，一般都会统称一个名称。那台语要怎么讲呢？台语的话叫做底格啊，
底格啊，好，意思就是因为它前面有2根长长的哦，就直接把它称作底格啊。那电动的电动呢，柴油呢柴油诶，哦，那是这种细分的话是这样讲。那统称我们就会说是底格啊。好，所以我们如果要去堆叠货物呢，我们都会用吐诶。好，用底格去给它吐来，还是吐起来，好，要用吐这个动作，就是堆叠的这个意思。好，那一般呢，我们都会用到货车嘛，然后货车的台语叫做货车。那有时候呢，我们比较常看到比较小台的货车呢，那我们有时候台语会把它称作3吨半，意思呢就是我们可能这台货车呢它是3吨半的一个规格，有时候也会这样称呼它，我开3吨半的来，我货车要怎么样的。那一般呢，我们如果是在运送的时候呢，会有一个专有名词一般都是车趟，就是说我今天呢，你可能师傅或是你的司机他有固定的行程，我们有时候呢会安排好固定的行程，车趟要从哪里走到哪里，是一连贯的。那车趟的台语要怎么讲呢？叫做车抓，车抓。所以有时候你会听到说，有的厂商会说我今天没车抓要去恁遐，意思就是说他今天的车趟的行程里面呢，没有安排要到你们的公司，所以呢没有办法顺便带东西给你，或是顺便把东西带走，就是车抓，我没车抓过去，就是这个意思。那其他相关的，像是我们如果是要叠货柜要出货的，货柜的台语叫什么？叫做货柜。那叠货柜的台语要怎么讲呢？贴柜啊，类似这样的一个讲法。那这边让大家来熟悉一下关于搬运类的哦。最后呢，来总结一下工业的台语篇。那其实工业里面呢，台语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那所以今天呢是没有讲解到全部只讲了一小部分。最主要呢，就是我们可能在沟通上呢，会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几种比较常见的工业用台语来整理讲解给大家知道以便说未来呢，我们遇到的时候呢，会更顺利的可以进行其他的沟通，或是说我们知道我们大概讲解的呢是什么样的零件，或是什么样的一个做动方式，或是加工方式等等的。好，那这里呢稍微复习一下一开始有讲解到的，那这边再来重复一下。好，那这边呢各位就稍微听一下，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刚刚所学习的台语篇有没有融会贯通呢？好，那这边呢就来开始咯。你的工件的螺丝孔肉厚伤少啦，还有你的搭力食伤少，强度可能无够，会使改2分牙无？还有你迄手臂要留偌济，你的公叉伤幼啦，迄车床迄丝仔架做袂够啦，可以欠嘛，欠嘛时候你的留肾大康毋到落做，你搁改一下度诶。那这边有几种，我们来提一下。那关于说阿达里刚前面是没有讲到的。阿达里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一般就是我们在讲解，我们如果以轴承来讲呢，就是它的接触的面积。那接触面积太小，那所以说阿达里就是指这个接触面积。那跟那个刚有讲解到精密的部分呢，仕上げ精密加工的部分。那这边呢，其他的细节呢，留给大家来做学习。我们如果忘记了，我们可以往前面几个章节来看一下，再来复习一下到底有哪几种是我们比较不熟悉的，我们再针对那几种来去做了解就可以了。那今天的教学呢，就到这边为止，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吧，拜拜。